大家好，我是阿信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在我们中部很有名的一道小吃面食——蛤蟆米。大家都知道蛤蟆可以来猪汤或是炒做蒸蛋，对不对？但在我们中部呢，把蛤蟆拿来煮面，非常好吃。其实它的做法很像是蛋仔面一样，有肉燥啊、韭菜啊跟豆芽菜，再加大量的蛤蟆。最重要的是蛤蟆的精华在这一锅大骨汤里面。那我会把营业版繁复的做法简化之后，让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轻松做出营养好吃可口的蛤蟆米。第一个步骤，先来熬大骨高汤。有时候在家里要熬大骨高汤，其实是一件蛮麻烦的事，因为熬好之后骨头很大，然后熬的时间又要久。来简化一下，去买一般的排骨，像我这个呢，排骨是小胸排，整只的。这种有肉又有骨头的，我觉得非常棒。你把它熬好之后，除了有好喝的排骨汤之外呢，又有好吃的排骨肉。排骨洗干净之后，现在要来烫排骨，水先加一点点的盐，它在烫的时候会比较干净。然后冷水下排骨，通常我在烫这种带骨头的肉类，我都会冷水下，这样子才有办法把骨头里面的杂质、多余的血水给烫出来。这排骨汆烫好之后，把表面杂质洗掉，就可以直接再放下来，要来熬排骨汤了。我这里的水是1500cc。好，我自己在熬这种大骨高汤，我喜欢放一点白萝卜在里面，不要多哦。白萝卜有很多好处，第一个它可以提味，第二汤头有一个特殊的清香，第三汤头会更清甜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自己在家里，比如说要做蛋仔面、阳春面、汤面一些高汤的时候，你可以放个几块萝卜下去，不要多，它主要是提味。高汤再熬，现在来准备主角蛤蟆。这个蛤蟆你要记得哦，一定要让它慢慢的吐沙。蛤蟆买回来之后，最简单也最原始方式就是盐水慢慢吐沙。然后吐的时候，你可以，比如说它刚好在吐沙，这是模拟啦，把它盖着。蛤蟆呢，它在盐水里面，再加上没有光线，它会比较放心，它会放松。放松之后，它吐沙就会更快。所以这个方法你可以把它学起来。再来，蛤蟆吐沙完，请一定要清水多搓洗几次。我的话都会搓洗3到4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吐沙后的蛤蟆外壳会滑滑的，那一层滑滑的，除了是它黏液之外，还有极细的沙子，所以你要把它洗得很干净。准备一个锅子，放下来，好，开火下去。这里我自己的小诀窍，我会加一点酒，1大匙的酒。好，然后盖上锅盖。记得哦，这个时候一开始蛤蟆汁还没出来前，先小火让它慢慢的煮。通常啊，在挑这个蛤蟆肉的时候，要么你就用蒸的，要么用我这个方式。我这个方式比较快，你不用在那边蒸，还要准备电锅倒水。这个锅子直接下去，只要控制好火力，出来的蛤蟆一样肥美好吃。这个蛤蟆全程煮的火候，记得哦，小火千万不能大火，一大火下去，哇，你的蛤蟆里面汁缩干，你就变炒蛤蟆。那个味道就不一样。再来，过程中慢慢的晃一下，有的蛤蟆因为里面比较拥挤，你透过晃，它反而就直接就弹开了这个都是诀窍哦。你看我在晃的过程，蛤蟆好几颗都一直爆开，所以像我这样子晃非常重要哦。在煮这个蛤蟆肉的时间，全程小火4分钟。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泡泡很多，越来越多，对，来打开，关掉火，你的蛤蟆全部肉都出来，你看每一颗的肉都很饱满。这个时候把蛤蟆汤跟肉分开，让它滤一下，滤干汤汁的蛤蟆放到一个盘子来，让它凉，因为等一下你在挑这个蛤蟆肉的时候才不会太烫。来，画面带到我这个高汤已经熬好了，这个时候你把刚刚滤起来的蛤蟆汁直接倒进来，这都是蛤蟆米的精华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来把蛤蟆的肉用手工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卖一碗蛤蟆面的，我真的很佩服。他们啊，一餐要挑上百斤的蛤蟆，所以去吃蛤蟆米的时候，真的要满怀感恩啊。这都是用手工慢慢挑出来的。刚刚我的伙伴问我说：“为什么这个蛤蟆不用整个壳上去，这样子一碗面就好啦？”我跟你说，这个这样上去，你就变海山米，就变海鲜面了，不一样。
还是要调味一下。虽然它有大量的蛤蟆汁在里面，但味道鲜咸淡淡的。我会再补一点点的盐，盐是1/2小匙，来一点白胡椒粉。米酒就不加了，因为刚刚在煮蛤蟆的时候我就有用米酒了。看这个汤那么的浓郁，绝对好吃的。好，煮一下，调味料化开之后关火，我就先放旁边了。蛤蟆米呢，你可以用白面啊，像我这种黄油面也可以放面下来。再来就是组合而已，很简单。好，再来放一点豆芽菜跟韭菜，这2个味道是必备的，跑不掉的。这2个下去就不要烫太久了，下去之后大概30-40秒就好。关火，来，可以捞起来了。这个碗是我刚刚装那个油葱酥的碗，这个最香了，放进来。因为我个人很爱吃韭菜跟豆芽，我再多加一些。这个豆芽菜下去也是烫一下就好。我发现这去全联买的豆芽菜好细，因为你去菜市场买都比较粗。这个就放旁边就好了。再来就是重头戏，蛤蟆，满满的铺上来，哇，真满足。这个是我自己的私房吃法，我会再放鹅啊，哇，够鲜了。来，再来是肉燥，这里肉燥有2种，我来介绍。第一种就是我做水煎包那一集教大家做的红葱头肉燥酱，这个你要加下去也可以，因为它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肥肉啊、瘦肉的肉燥。那第2种就是肉霸崩雷霸蛇，那这个肉燥你也可以去参考我之前分享过的那个卤肉燥，你看你要哪一种都可以。然后一点点的肉燥下来，我个人是会2个啦，因为我不想加太多影响汤色，所以我来一点这个长桃霸蛇，不要太多。再来最重要的汤，慢慢的冲下来。既然有排骨啦，对不对？来就放个1根吧，看起来较青草。最后把香菜跟一点点的芹菜，看自己的味道，我是喜欢，所以我会加一些。超级豪华的蛤蟆米完成。这个蛤蟆米的做法它比较复杂，就是可能在肉燥跟炒红葱肉燥，其他的就是煮一煮，肉挖下来，煮个排骨汤，买面回来，韭菜烫一烫就完成了。一碗我们中部知名的小吃蛤蟆米，在家里也可以复刻出来。今天的蛤蟆米你有学起来吗？重点灵魂就是它的汤头，学起来之后，不只运用在这道菜上面，你也可以煮任何汤品，甚至火锅汤底都很适合。每天晚上你也去买蛤蟆回来，挑战一下这一碗蛤蟆米，让你的家人补充满满的营养。上菜。